大家好，我是李灿。马上就中国的春节了，今天咱们就聊一聊春节。我还是给自己准备了好几个问题，准备自问自答。第一个，春节对中国人有什么意义？春节的话，对中国人意义特别重大，应该是全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吧。一年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节日，也有一些小假期，但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自顾自的休息啊，或者出去玩什么的。但是在春节的时候，中国人都会觉得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比如说，就算你平常在天南海北啊，在全国各地，甚至在国外，过年的时候，大家肯定不自觉的都会想着能团圆一下，团聚一下。所以对中国人而言，春节是真正团圆的、团聚的日子。第二个，中国人是怎么过春节的？说到过春节的话，其实最重要的日子是除夕，就是大年30。其实很奇怪，今年没有30，今年过年是农历12月29，但是中国人一般都说是大年30，就是除夕那一天。除夕那一天呢，大家就是从天南海北都回来了，团聚在一块啊。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年夜饭了，大家吃的好吃的，喝喝酒，聊聊天什么的，很放松的感觉。然后在全国各地啊，吃年夜饭的习惯其实有些不一样啊。比如说在有些地方，像我们老家吃年夜饭特别早，下午3、4点就开始吃了。我老婆第一回到我们那边过春节的时候特别奇怪，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吃年夜饭了呢？因为在我们老家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晚上还要吃夜宵，所以要早点开始吃。我觉得年夜饭应该是中国人吃饭时间最长的一顿饭了啊！大家也不着急，慢慢的吃，慢慢的喝，吃着喝着聊着，就是让时间慢慢过去。第三个，过年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吗？当然有了，比如说吃年夜饭肯定是一个特殊的习俗嘛。除了年夜饭之外，还有比如说贴对联呐，对不对？还有放鞭炮呀，其实放鞭炮还是很有讲究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就是年夜饭之前肯定是要放一串特别大的鞭炮啊，还有夜晚的时候放烟花等等。不过最近几年在城市里啊，这些东西都慢慢的被取缔了，就是不让放了。因为之前过年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火灾什么的，就是因为放鞭炮啊引起的嘛。所以在城市里很多地方这些东西都禁了。其实啊，很多在城市里的人他会跑到乡镇里去买这些鞭炮、烟花什么的，因为在城市里已经买不着了。而放的时候呢，也需要偷偷的放啊。习俗的话，还有发红包呀，一般就是长辈给小辈发的。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特别期待这个红包啊，现在我们年纪这么大，已经可以给小辈发红包了。还有一个也挺重要，就是过年前，一般人会把家里打扫一遍，进行一次大扫除啊。大扫除的意思其实就表明把旧的东西全部扫走了，新的一年就是崭新的、全新的一个开始。第四个，什么是年味儿？年味儿的意思就是年的味道嘛。不过这个味道大家需要引申的理解一下，就它更多的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氛围。就到那个特定的日子，大家会觉得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年味儿。还比如说大街小巷都装饰了一些过年的这些灯笼呀，对不对？家家户户都贴了对联呀，所有人都开始大扫除呀，还有就是开始准备各种年货呀，就空气中好像都散发着这么一种味道，就是年味儿嘞。第五个，你觉得现在的年味儿是不是没有以前浓了呢？确实大家都有这种感觉，就是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了，没有以前浓了。其实这种感觉我觉得在大城市会更为明显啊，像北京啊、上海这种大城市啊，其实很多人都是从五湖四海来的，我的意思就是从全国各地来的。但是在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往老家跑，就是回自己老家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，像北京、上海这些城市啊，过年的时候是很空的，路上是没什么人，车也特别特别少啊。平常特别堵的时候，在过年几乎是空城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时候年味肯定就越来越淡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小时候，大家其实普遍都比较穷，中国那个时候比较穷，所以过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。因为可以吃特别的好吃的东西，大家那个时候也不在乎浪费啊，就把钱可了就是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会吃特别的好吃的东西，买各种零食啊，穿很多新衣服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现在，因为大家生活的富裕起来了，这些东西都不稀奇了，所以在日常的每一天，感觉好像都可以像过年那样享受。
所以一到过年反倒感觉不出那么浓的年味儿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过年更多的是承载一种团圆的团聚的这种感觉吧。第六个，过年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？有，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喜欢喝酒，特别是我爸妈啊，因为我们全家其实是从乡下然后搬到县城里去的，就我们的亲戚很多，大家过年的时候都会回到乡下。就是过年的当天的话，以前奶奶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基本很多时候啊，过年都是全家人都回到奶奶家，就是我叔叔呀、伯伯啊、姑姑啊，一大家子人都回去了，所以会很热闹。很热闹的时候，大家就特别喜欢喝酒。那个时候喝酒还没有酒驾这么一回事啊，因为我们老家年夜饭吃的比较早嘛，下午3、4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吃了，吃完也不是特别的晚，6点钟到7点钟左右吧。这个时候我爸还要开车，然后我们就回到自己县城里的房子。然后每年呢，我妈都是喝酒必醉的，就特别特别开心。然后我妈酒量又特别特别少，所以每年喝酒必醉，这是在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。就是等我们车开回到县城的时候，因为我妈醉酒了之后还特别特别重，所以我爸和我会把我妈放在车里先睡一会儿，等过会我妈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再下去把她叫上来。这是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吧，连续好几年都是这样。不过我妈因为后来身体不是特别好了，已经很少喝酒喝的那样烂醉如泥了。不过我觉得喝酒嘛都是开心，特别过年的时候喝酒也是特别开心的事情，能稍微喝多一些其实没有什么关系。第7个，你喜欢过年吗？其实说到过年我还挺喜欢的，因为从小啊就是感受那种大家庭式的这种欢聚的氛围啊，所以我从小就爱热闹，就是特别到过年的时候特别喜欢一大家子人都聚在一块，大家吃吃喝喝。那个时候堂兄弟堂姐妹大家年龄差距也不是特别大，然后大人会专门放一个小桌子让我们坐在一块吃饭啊，然后过年的时候可以放鞭炮，还可以穿新衣服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反正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的感觉。虽然长大之后肯定没有小时候感受那么强烈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大家一起欢聚的感觉，所以我挺喜欢过年的，我很喜欢年味儿。第8个，你喜欢拜年吗？当然了，我很喜欢拜年。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拜年啊，因为7大姑8大姨大家都去转来转去，就是吃饭而已嘛。然后很多人还会问关于你的工作呀、你的婚姻呀、你的各种事情，很多人会觉得很烦啊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感觉好像被拷问一样。但是对我而言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我很喜欢热闹，我喜欢和大家聚会，大家吃吃喝喝的感觉特别特别好。最近几年因为这个开车不喝酒嘛，其实我过年之后已经很少喝酒了，反倒我觉得少了一点过年的感觉吧，拜年的时候也少了点感觉。虽然以前常常喝酒的时候，就是过年啊，每次都喝吐，然后喝伤了，连着好几天都什么也吃不下，但是就特别特别开心。第9个，什么是本命年？本命年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就中国有12生肖嘛，然后年是按照生肖来说的，对不对？鼠年、牛年、虎年等等。就比如说明年是虎年，我刚好呢就是虎年出生的，那么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了。本命年呢还有讲究，就是大家必须穿红的，就里面必须穿红色的睡衣啊，等等哈，内裤都是红的，还有袜子也是红的。你要是外面能再穿红的衣服也可以。为什么要红的呢？过年本来大家看那个对联什么都红的，对不对？红就代表着喜庆，而且红还有红红火火的意思，就是祝福你在本命年的时候红红火火。所以明年虎年我一定要红红火火。第10个，你有什么新年的祝福语要送给大家吗？当然有了，我就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呀，就是学中文的人学业有成，已经开始工作的人工作顺利，然后有家庭的人家庭幸福，其实就是祝福大家一切都如你所愿吧。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也带给大家更多新的希望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，提前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那么明年见喽。